表妹追求刺激，在无人区搭顺风车时，故意解开衣扣，提议换种方式抵消车费。我劝她不要乱来，救援队马上就到。表妹鄙夷地看着我，现在不玩点刺激的，回大城市就不方便了，反正在无人区了，玩得再浪也不会被家里人知道。你怕什么？见我还是不肯。她拿了2件吊带就跟车走了。后来表妹信号消失在边境，家里花大价钱才把她赎回。被折磨的行销鼓励的表妹，把一切怪在了我头上。要是表姐当初主动给车主8000块路费，我也不会因为抵不了债而被卖给人贩子。我可以脏了，但表姐必须死。愤怒的舅舅一家将我拖到无人区，任由我被经过的野兽啃食干净。在睁眼，我回到了他在路边拦车的时候，什么破车，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抛锚。无人区，表妹指着我的车，气得脸都红了。这是我的车，她为了录制长视频给朋友炫耀，追求刺激车速过高，车子才会抛锚，但她丝毫不愧疚，只是一味抱怨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没有牌照的大货车从漫天黄沙中驰来，只看一眼我就知道表妹很快会找他们寻求帮助，她还会跟4个男人提议用陪睡补偿。上一世她不顾我的劝阻上车，结果被折磨的行销鼓励，在舅舅一家愤怒的目光下，他把我推了出去，说是因为我不肯给车费，才害他被4个男人玷污，最终被卖到边境饱受折磨。我百口莫辩，被恨极的舅舅一家扔到了无人区，最终尸骨无存。还好我重生了，上一世临死前，我脑海中重复过无数次的计划，终于可以实施了。有车来了，救命救命！表妹跟上一世一样，火速挥舞着自己的双手，货车缓缓停在我们面前。开车的男人叫阿彪，摇下车窗，不耐烦的眼神扫过表妹身上的吊带，嘴角挂起淫笑。2个小美人，有什么能帮忙的吗？表妹朝着他抛了媚眼。大哥，我们车子抛锚了，你能载我们一程吗？副驾驶那个眯眯眼嘴角一勾，狮子大开口，行啊，不过你给得起路费吗？一口价8000。他犹豫了下，随即把肩带往下拉了拉。哥哥，我还是学生，暑假来旅游，哪有钱啊？你看看我们用陪睡抵车费怎么样？我是学舞蹈的，哥哥们一定会满意。几人相视一眼，笑得各怀鬼胎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上来吧，旅途漫漫，我们正愁没乐子呢。表妹欣喜无比，拉着我就要上车。这一次我没再把她拉回来，只是抽开了自己的手，盯着阿彪。大哥，救援队马上到了，我得留下等人拖车。我妹妹的卖身抵债是开玩笑的，平安出去之后，我会找她家人给你路费，加个微信，方便转账。上一世他们不仅轮奸了表妹，还把她卖给了人贩子。这群人穷凶极恶，但无利不图。当即阿彪掏出手机，表妹却拦住了他，还瞪了我一眼，压低了声音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不跟我一起走吗？你就放心我跟着他们走，你甚至都不拦我一下，有你这么当姐姐的吗？天色渐黑，谁知道救援队什么时候到？都到现在了，你就别装假正经了行不行？我听到这话差点气笑了。上一世我拼了命拦着他，他却讽刺我不懂及时行乐。现在我不拦了，他又不高兴了，是怕出了什么事，没人帮他负责了是吧？我不耐烦地开口，这不是你自己的选择吗？你长大了，我相信你会为自己的抉择负责。说完，我去扫码加阿彪的微信，他却突然大叫起来，哥哥，我家里很穷的，我家人根本就不会为我出车费，他家有钱，你得把他带上才能要得到钱。我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，真是又蠢又坏，这里荒无人烟，居然还敢暴露自己的信息，生怕勾不起他们狠毒的本性，谋财害命吗？既然如此，也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闻言，男人们笑容消失了，上下打量着我。我冷冷地扫了一眼表妹，扭头对男人说道，你看我妹妹皮肤白皙，精致的美甲，还有耳朵上价值7万块的卡地亚耳环，家里像是没钱吗？她父母如果不疼爱她，舍得花钱买车支持她出来自驾游吗？这还是房车呀，价值不菲呢。美甲是花了不少钱，但那耳环却是 A 货，但我不担心这几个男人认得出来。果然，几个男人扫了一眼耳环后，脸色不愉地盯着表妹，骗我们哥几个。表妹眼睛瞪大，对着男人摇头，她刚想说话就被我打断了。大哥们，你们不信看这个，我的手机屏幕上是他的朋友圈，为了装逼，他1个小时前上传了自己飙车的视频，还配有文案，刚买的新车，开着就是过瘾。几个男人对比了视频，恶意的眼神又看向表妹，表妹气急了，冲过来要打我，被我推开。我顺手打开了手机录音，放进包里。我不耐烦地说道，表妹，你如果不想跟他们走，救援队马上就要到了，这里还有信号，他们又不会强逼着我们走。提起救援队，男人们冷酷的眼神闪过一丝不甘，他们不耐烦地催促道，他妈的到底走不走？不走我们走了。表妹咬着牙，不行，你得跟我一起走。我摇了摇头，那你别走，别去追求什么刺激了，你一个小姑娘上几个大男人的车不合适。说完，我还去拉扯她的衣袖，表妹，你得留下来，你要是走了，舅舅舅妈会怎么想我？他们万一怪我怎么办？我不能这么不负责任。这样，我现在给舅舅打电话，只要他同意了，你马上就走。表妹脸色瞬间变了，一把甩开了我的手，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你不许给他们打电话，我今天一定要走，怪不得没有男人肯要你。
不识时务，又老又丑，我看你能假正经到什么地步。说完，他迅速从车里拿了2件吊带。在他上车的前1秒，我对着他大喊道：那你呢？有男朋友了吗？他得意地对着我一笑，我大学3年，谈过的男友没有30个也有28个。你知道不同的男人是什么感觉吗？你怕是在床上连姿势都不肯换吧？我去及时行乐了，你就守着你的贞操过一辈子吧，真是了不起。我打开手机，停止录音，希望舅舅他们听见这段录音的时候会为他们的女儿骄傲。车门关上，车子开走了，我赶忙打开车内的冰箱，将血包拿了出来。表妹为了追求刺激，向家人提出要来无人区旅游的时候，我担心发生意外时无法快速救治，就带上血包。我剪破它们，一股脑倒在我的手上，又抹在脸上。紧接着，我拨通了舅舅的电话。上一世表妹被带走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给舅舅打去了电话。他当时正和我爸妈打麻将，不相信我的一字一句。这一次，我直接打了视频。当一张血脸出现在屏幕中间，舅舅被吓得骂了一句脏话：你他妈的要死啊！画个大红脸吓唬谁呢？我让自己的声音变得虚弱。舅舅，不好了，我们在无人区发生了意外。舅舅愣了1秒，仔细看了看我的脸，还真是血啊！我爸也突然出现在手机屏幕中，两人大叫了一声：小英，你找救援队了吗？你有没有事？快发个位置给我，爸爸这就来救你。我妈也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死命的在屏幕上找什么。月月呢？她没事吧？我笑了笑，我没事，做过简单包扎了，救援队马上就到了，就是对不起舅舅了。刚才表妹不肯跟我一起等救援队，上了几个男人的大货车，现在已经离开了。舅舅，他们需要8000的路费，我刚买了车，没这么多钱，你赶紧转给我吧。如果给不了路费，我怕他们心怀不轨，对表妹下手。舅舅脸色一沉，你他妈瞎说什么呢？我女儿从小看见男人就脸红，怎么可能上陌生男人的车？我知道你嫉妒你妹妹优秀，是不找自己原因，只知道针对你表妹，怪不得你一把年纪还嫁不出去呢。我叹了声气，舅舅，这是真的，你为什么不信我？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信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没了。你如果不及时转钱给我，表妹很危险的。她咬了咬牙。我先给她打个电话，屏幕上又是出现了妈妈的脸。她着急地说道：要不这样，我先给你转。我果断挂了电话，又将手机关了机。舅舅的电话，表妹是不会接的，她正忙着及时行乐呢。而她已经打不通我的电话了，不久的将来，她就会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犹豫，错失了拯救女儿的机会。这一次，我看她还怎么把锅甩到我身上来。救援队将我和车子都带到了安全位置，毕竟在沙漠里暴晒了几个小时。我去了一趟医院检查身体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医生让我吊了几瓶水。我开机拨通了爸妈的电话：爸妈，我在医院了，没大问题，你们别担心。爸爸松了口气，妈妈却十分着急：你赶紧先给你舅舅打个电话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可千万不要撒谎。月月不接电话，你舅舅都快急坏了。我答应下来，舅舅的电话下1秒就进来了。你把月月弄到哪里去了？他是跟你一起出去的，你必须把他平安无事带回来。他如果少了一根头发丝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我用无奈的语气敷衍了几句，挂断了电话，反手打开了家族群，发送了我正在吊水的照片。舅舅，我给月月打电话，他也不接。我现在还在医院，实在没办法出发去找他。群里的亲朋好友们，能麻烦你们想办法联系一下月月吗？他的处境真的很危险。事发这么久，亲戚们早就知道了。见我说话了，瞬间沸腾起来。这要是假的就算了，要是真的，月月现在可就危险了，赶紧报警吧。赵大刚，不就是8000块钱吗？人家小英有本事挣钱，会图你这8000块钱吗？说句难听的，你要是不给钱，月月真出了什么事，真是可惜了。月月是个好孩子，懂事，做事也有分寸，要被他爹妈给害死了。舅妈却还在极力的反驳他们，谁会嫌钱多啊？他万一就是骗我们的呢？这8000块你们给我自己的女儿，我不知道吗？她从小就单纯，他们学校的校草学长追她，她都没答应，会跟几个开货车的低等人搞在一起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程英以前暗恋那个校草，她为了抢男人，真是什么谣都敢造。舅妈对自己的女儿很是自信，和舅舅一样，根本不会相信我。至于什么校草，明明是张月想追人家，人家没答应她而已。舅妈为了证明自己说的，还找出几段表妹跳舞拿奖的视频。你们看，我这么优秀的女儿会自甘堕落吗？我发了几张截图在家族群里，现在距离事发已经过去快4个小时了。那个货车司机给我发了这些，开机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了。阿彪给我打了无数电话，催促了数遍，还发了不少恐吓信息。你说好的路费呢？敢骗我是吧？好，你再也别想见到这个臭婊子了。下面是一张表妹衣衫凌乱、满脸巴掌印的照片，群里又炸开了锅。舅妈还在解释，这是我为了诈骗他们 P 出来的图，但无人理会。舅舅暴躁的语音让群里瞬间安静了几秒。老子已经把钱转过去了，你必须把我女儿平安带回来。我接收了转账，又给阿彪转了过去。几分钟后，阿彪收了钱，却发过来一串冰冷的文字。现在才知道给钱，晚了，老子最讨厌不遵守约定的人。我磨蹭了一会儿，发了个标过去，显示的却是红色感叹号。我截图发到了群里，发了一段带着哭腔的语音：舅舅，没办法了，
赶紧报警吧。舅舅发了一条59S 的语音，里面极尽谩骂和诅咒。很快，爸妈告诉我，舅舅去报警了。几天之后，我在银行外，爸妈又给我打电话，我妈在里面痛哭流涕。你赶紧回来吧，你舅舅收到了恐吓短信，他们找你舅舅要100万，不然就要撕票了。我们看了视频，你表妹都没个人形了，你赶紧回来，咱们一起帮你舅舅渡过难关。我说道，妈，这些年咱们帮他的还不够多吗？难道能帮一辈子吗？妈妈沉默了一会儿，可咱们是一家人啊，我没忍住，一家人一家人，他哪里有把我们当一家人？他说你是他的仆人，我也是他女儿的仆人，我们要唯命是从，你忘了吗？你是不是忘了？他们为了逼你出钱供表妹读大学，把我锁在他家的厕所里，为了让你给表妹买舞衣，四处造谣说我未婚先孕给你丢人，你给了他那么多的好处，可他们却连个好脸色都不给我看，逢年过节还得嘲讽我2句，我不才是你的亲女儿吗？就因为他有先天性心脏病，你就这么无底线的溺爱他吗？妈，你能不能醒一醒？他的心脏病早就好了。他在电话里恳求了几句，不会的，你舅舅不是那样的人，这肯定有误会，我不想再听，果断挂了电话。没有证据，我会瞎说吗？只希望我妈迷途知返吧。结果就在当天晚上，我爸告诉我，我妈找他要银行卡，那是你自己给自己存的嫁妆，我也不想让他再帮你舅舅，可毕竟人命关天，小英，要不咱们还是……我果断拒绝，不行，爸，人各有命，这不仅是我的嫁妆，还是给你们的养老钱，你把卡收好了，绝对不能让我妈拿走。我爸答应了，又长长叹了声气，你舅舅赖在咱家不走，你舅妈也1哭2闹3上吊的，我看这架势不对，你还是在外面躲着吧，你要回来了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，我会回去的，躲怎么躲得了一辈子，不如杀个干净。一了百了。几天之后，我回家了，刚进门就看见舅舅舅妈歪在我家沙发上，指着我爸妈发火埋怨，老子就是不走，是你女儿把月月带出去的，就得你们负责。我轻咳了一声，舅舅，月月是自愿要跟着他们走的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你们只能节哀顺变了。他们这才注意到我，齐刷刷扭头看过来，舅妈骂了几声，扑过来要打我，我一个侧闪，他差点摔在地上。舅舅见状要过来帮忙，一把将我拉了进去，一拳正要砸在我脸上。门外10几个亲戚赶忙挤进来，把他拉住。赵大刚，你怎么能打你侄女？亏得小英那么好心，挨个把我们叫来帮你解决问题，你还狗咬吕洞宾。舅舅懵了，没想到我叫了这么多人过来，他愤愤地松了手，冷扫了一眼众人，一群穷光蛋，叫你们来有个屁用，能凑得够钱吗？如此，不少亲戚们翻着白眼要走，我拦住了他们。舅舅也是女儿被绑架了，伤心过度才会出口伤人，大家就别跟他计较了，赶紧进去吧。说完，我又看向舅舅，舅舅，大家都是来帮你的，你到底想不想把月月就出来了？他沉着脸，不再说话。亲戚们脸色好看了一些，纷纷进了我家大门。我直入主题，舅舅，你既然已经报警了，应该一切配合警察，警方不建议你们私下跟人贩子协议，何况现在他已经被拐到境外了，就算交了赎金，也不一定能救回来。舅舅眼睛一瞪，你说的轻巧，不凑赎金他们会撕票的，你他妈就是想害死我女儿。我耸耸肩，那你就尽管去凑啊，为什么要赖在我家不走？我们帮不了太多。舅舅阴冷一笑，你妈一直帮我，你凭什么不帮？舅妈也死死盯着我，如果月月真是你说的，那我们死也不会求你，但月月单纯善良，一定是你串通别人把她卖了，我女儿要是回不来，我就把你给卖了。我说道，当初不是他提议要去无人区玩，我3番2次阻拦，他却不肯，我记得还是你们打电话逼我带他去的呢。至于什么追求者，你们也别把表妹想得太单纯了，他可是亲口告诉过我，那个男的无趣，在床上太尊重他了，他觉得不够刺激，所以才甩了他。舅妈尖叫一声，扑过来想打我，我女儿才不是你说的那样。我笑了，将他推开。舅妈，那咱们赌个什么？他忽然愣住了，我嘲笑道，怎么，看来你对表妹没那么了解和自信啊。他咬了咬牙，那你说赌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这样吧，这些年你们从我妈手里拿走了不少好处，我粗略算了一下，也有50万了。我要是赢了，你们还我们50万；我要是输了，再给你们50万，怎么样？舅妈和舅舅相视一眼，现在的他们正是需要钱的时候。很快，两人眼里闪过狡黠。行，你拿得出证据吗？他们认定自己女儿单纯，即便有点瑕疵，我也不能未卜先知保留证据。我笑了笑，从包里掏出手机，我还真有证据。表妹，你如果不想跟他们走，我去及时行乐了。录音播放结束，我又给大家看了一段视频，那是表妹优秀的追求者前几天发给我的。表妹在视频里高傲地说道，你根本就满足不了我，不配和我在一起。播放结束后，现场陷入了一片寂静。最先开口的是一向直爽的二姨妈，她没忍住笑了。赵大刚，这是月月和小英的声音吧？咱们都听得出来。你说你女儿怎么来着？单纯，看见男人就脸红。脸红不一定是害羞啊，也可能是兴奋啊。小年纪咋就这么浪呢？我看她被拐也是活该，真是又蠢又贱。亲戚们从一开始对表妹的怜悯，变成了嗤之以鼻。舅舅整个人呆在原地，双眼空洞，大张着嘴巴，
一副世界崩塌了的样子。但舅妈的抗压能力显然要比她强多了，她大叫了一声：“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谁知道这段音频是不是你合成的？好啊，我女儿危在旦夕，你却居心叵测，趁火打劫，要骗我们50万。”她又朝着我扑过来，几个亲戚把她拉住了，纷纷对着她翻白眼。人家小英妈妈这些年帮了你们多少啊？是你们对不起人家，自己蠢，敢让女儿去无人区冒险，还把人家小英也拖过去。平时就对小英一家刻薄，那50万也是你们该还的，现在还赖账，咋这么不要脸呢？舅妈气得五官都扭曲了，却说不出一个字。我只盯着她和刚刚回神的舅舅，淡淡道：“大家都知道，表舅最懂这些。来的路上我已经让他检查过这段音频。”人群中有人点了点头。这段音频没有任何合成痕迹，是真的。你们不信，可以拿去找任何专业人士检测，没有人不信。就算是舅舅和舅妈，我也看见他们强撑时眼中的破碎和不可思议。我继续说道：“我当时已经和表妹说得很清楚，让她不要去，她自己非要去的。何况当时我重伤，浑身都是血，我就算想要拦住她，也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后来我打过电话跟你求救，让你打钱，也许还能救回表妹。可是你忘了吗？是你自己犹豫了。”我靠近舅舅，他的眼神变得躲闪，死活不肯看我的眼睛。我死死地盯着他，用遗憾的语气说道：“本来你有无数次可以救你女儿的机会，可是都被你给葬送掉了。我看过人贩子发来的视频，他的指甲都被拔掉了5个。不知道他痛哭流涕、悲伤绝望的时候，会不会恨你这个亲手把他推入深渊的父亲？舅舅，你当时在想什么？把这一切都推到我头上吗？我能做的都做了，你明明很清楚的，害死你女儿的只能是你自己。舅舅，现在去银行把50万还给我们吧。”舅舅忽然疯狂摇头，面色惨白，嘴唇止不住哆嗦。“不，我没有，我以为是假的，我没有害他，我没有。”我收起了笑容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就是你，是你亲手杀了他啊！”一声尖叫，舅舅猛然倒在地上，捂着自己的胸口，痛苦万分的蜷缩成一团。舅妈吓坏了，糟了，他心脏病发作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明几十年都没发作过了，大家帮帮忙吧，快把他送到医院去，打击太大，他实在承受不住。可因为外婆和妈妈的溺爱，舅舅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，亲友们一个个十分为难的样子，谁也不想上去帮忙，只有我妈大哭着跑过去拉他起来：“大家帮帮忙吧，就当看在我和孩子他爸的份上，求你们了。”闻言，这才有几个亲戚愿意搭把手。医院里患者情况不容乐观啊，我们会尽快为他安排手术。医院一头扎进了手术室，舅妈在走廊上哭泣，我妈也偷偷抹着眼泪。我陪着爸爸去下面逛了一圈，回来之后正好看见我妈把一张银行卡往舅妈手里塞：“弟妹，那50万就算了，这里面有60万，密码是小英的生日，你拿去给大刚治病，再加上你们的存款，也该有100多万了，赶紧把月月给救回来吧。你别告诉老陈和小英，他们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找我闹的。和上一世一样，不管我爸怎么藏银行卡，他总归是会找到的。”我火速走过去抢那张银行卡，今天的一切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他不是说了吗？如果张月自己下贱，他们死也不会求我们。舅妈脸色白了白，最后跪在地上，自己扇自己巴掌：“是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求你借钱救月月吧。”我知道他肯跪这么一下，是怕我冻结了卡，他也什么都拿不到。我等他把自己的脸打肿了，才对着我妈叹气：“妈，这钱是我给你和爸养老用的，这卡还是国际通用，在任何国家都能取到钱，这么珍贵的卡，我不同意你给舅妈。特别这卡我在国内还没办法冻结。”我故意喊出这话，果然舅妈的眼神亮了，舅妈死命的拽住，双腿对着我乱踢，甚至还想咬我：“你妈给我了，这就是我的，我没抢过。”她拿着那张卡跑了。我回头失望地看着我妈，她满脸通红：“你舅妈会还我们钱的，那是你亲舅舅啊，你知道他有多疼月月，要是月月真出事了，比杀了他还痛苦，就当妈妈求你了，别找他要回来了，好吗？”我的心彻底冷了。妈，你真的醒不过来了，这情况上一世就已经发生过一次。我妈不死心，总想帮衬舅舅，她拿去赎回表妹的钱，最终却变成了杀死我的利刃。但她并不知道后面会发生的事情，我对她的忠告也无济于事，所以我只能预防。那张卡可是舅妈自己抢走的哦，出了什么事可不能怪我。我去了一趟警局，和他们沟通当时在无人区的情况，我给他们看了阿彪的微信，描述了一下对方的长相和特征。他爸妈的情绪很不稳定，听说在四处筹赎金，警察面色凝重：“谢谢你告知，我会和他们沟通。”这种情况下，为人父母难免会有慌不择路、任人摆布的时候。不过赎金一旦交出去了，受害方可就彻底没有了谈判的资格。警方很快根据我的描述找到了阿彪信息，紧接着就给舅妈打了电话：“我们已经找到了嫌疑人的信息，只要他出现，马上就能抓捕。你冷静一下。”舅妈在电话里大吼：“又不是你女儿，你当然冷静。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救她。”几天之后，阿彪落网了，连带着他的几个朋友也都被抓到了。我们本来只是想跟他玩玩，结果他提议为了刺激要录制视频，后来我们都打算放他下车的，他又拿视频来勒索我们，
说要告我们，是他逼我们的。这些话的真实性已经无从得知，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表妹被他们玩了个稀巴烂，把阿彪抓了，但表妹早就被卖给了别人。在警察接二连三的沟通之后，舅妈改口了，好，我不给赎金，你们一定要把我女儿救回来。但警察和我都清楚，他不是改变主意了，而是又和人贩子联系了。这一次他打算和人贩子一起对付警察，这当然也不意外，上一世他就是这么干的。明明警方已经定位到了人贩子的地址，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把表妹救回来了，可他却因为担心表妹受伤，给人贩子暗通消息，导致几位警察牺牲。可警察凭什么为了这种货色牺牲？接下来的几天，舅舅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医生说他的求生意识很薄弱，如果1周之内没醒，这辈子可能都醒不过来了。舅妈每天闭门不出，警察严格监控了他的银行账户，甚至是区域内的资金流动，确保他没有给人贩子赎金。但我并没有告诉警察，我的银行卡在舅妈那里。我妈这几日也很焦急，在家里走来走去。我说道，你是在担心表妹吗？别怕，只要不是拿着卡在边境刷钱，这钱她是转不出去的，钱安全着呢。我妈眼珠子转了转，干笑了一声，当然了，我们要相信警察嘛。当天晚上我就听见她在阳台上打电话。现在的舅妈不会相信任何人，但一定会相信我妈的。我妈可从来没有骗过他们，为了他们一家人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。果然舅妈当晚就偷偷溜走了，坐了几个小时的火车去了边境。她知道自己的账户转不出1分钱，想救女儿只能亲自送钱过去，带那么多现金肯定会被注意到的。警方第2天去她家里，发现她带走了一些金条，我仔细找过了，我的银行卡也不见了。等警察赶到边境，是在一家黑旅馆里发现她的。她双目无神，坐在厕所里抱着自己的膝盖，是我害了她，那根本不是国际通用的卡成因，你这个死丫头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月月，妈妈一定会救你回家的。舅妈的精神状态出了很大的问题，被送往医院治疗。警方在国外抓不到人贩子团伙时，表妹的尸骨已经被剁碎喂狗了。面对警方的审讯，他们吐了个干净，谁让这老女人糊弄我们的？那张银行卡根本就没办法取钱，我们插了那张银行卡的时候，位置就已经暴露了。我害怕带上那个女的会被抓到，人贩子团伙被判死刑，阿彪等人也被判了20年。警方找不到表妹的尸骨了，只能将她的手机和一些随身物品带回来。我回了家，妈妈从电视上看见新闻之后晕了过去。我去医院照顾她的时候，听医生说舅舅刚刚醒过来了。病房里，舅舅一张脸白如墙灰，焦急又无力地问道：月月呢？她怎么样？我就算卖房卖血，我也一定要把她赎回来。我掏出警方从国外拿回来的手机，已经被砸碎了，但经过表舅技术修复，里面的视频和照片内容已经找回来了。舅舅，这是月月的手机，你想知道当初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他无力再多说一个字，只能看着画面上表妹一开始玩对花的模样，我还字字扎心。你看，我没骗你吧？你女儿真的是自愿上车的，她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单纯。她在外面玩得很花。舅舅，这些年你们为了供她学舞蹈，为了给她攒嫁妆，没少节约，也没少从我妈那里骗钱，可是值得吗？我知道她是你的骄傲，她靠着跳舞拿了很多奖，这让你们很有面子。可就在刚刚，我已经把这些视频发给了她认识的每一个人，还用她的账号发了朋友圈。看着病床上瞪大双眼满脸不甘的舅舅，我叹息了一声。不过他也不会感觉到丢脸了，人已经死了，听说是剁碎了喂狗，连一点渣都找不到。你一定很想为他报仇吧？可惜了，现在的你自顾不暇。舅舅发出了一道怪异的叫声，旁边的机器疯狂鸣叫起来，他的死鱼眼快要瞪出来，突然脚一蹬，歪着头不再动弹了。舅舅没能抢救过来，舅妈在精神病院里好不容易有了好转，在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彻底疯了，不是在病房里大哭大笑，就是抱着马桶说那是他女儿，谁都不许欺负她，我很怕她会被治好。把表妹的手机给她送了进去，表妹和各种男人的聊天记录也彻底暴露在她眼前。舅妈，你看这个人，他在问表妹价格，真不愧是舅妈优秀的女儿，这价格已经很不错了。你再看这个人，他说表妹学舞就是为了解锁姿势的，这也太恶毒了吧。对了，他那个追求者说只以为他拜金，没想到还这么浪荡，幸好没再和他联系。他日复一日地看着手机里的记录，他终于受不了了。那天他从高楼一跃而下，摔成了一滩肉泥。妈妈在听说舅舅一家的惨状之后，不吃不喝好几天。这一次我爸没再去哄他，我除了每天叮嘱护工好好照顾之外，也只每天陪他1个小时。那天他突然握着我的手哭了起来，小英，是妈妈对不起你，可我就算补贴你舅舅，这些年没有亏待你啊，你能不能原谅妈妈一次？妈妈以后一定好好和你们过日子。医生说了，我遭受了打击，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床上度过。我安静地看着他，你知道吗？表妹之所以会死，是因为舅妈用了我那张卡，而舅妈之所以会死，也是因为你让她去边境，是你无底线的溺爱和宽容，助纣为虐，又害死了舅舅。她哭得浑身发抖。妈知道了，
是妈错了，妈错了。我妈是舅舅唯一在世的亲属，他的所有遗产都归我妈妈所有，除去我妈这些年补贴他的钱，还剩下了20万。这一次，我妈终于做对了一件事，她将那20万全都捐给了福利机构。我们回到了以前平静的生活，但我爸把家里的银行卡都给了我。他说，我妈虽然改了，但钱还是抓在自己手上安心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